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那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呢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几位强大的情感导师。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大家相爱容易，相处不难。大家好，我是曹鹤阳，情感生活遇烦恼，打开电视看爱宝。大家好，我是莎娜。生活如果赠予我们一颗酸柠檬的话，希望大家有勇气把它榨成一杯甜美的柠檬汁儿。大家好，我是雷宁。谈恋爱啊，相处其实很容易，真正结婚相处长了，那才有难度。大家好，我是曲伟。爱会在细节里生长，也会在细节里消亡。一起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2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李先生27岁，来自天津，自由职业；樊女士24岁，来自天津，自由职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觉得你们的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今年结婚至今已经4年了，有一个女儿，今年3岁。从订婚到生孩子，我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难以磨合。她对各种事情都斤斤计较，咄咄逼人，让我感觉到有点窒息。他对家庭毫无责任感，生活经济压力大，我们的婚姻处于悬崖的边缘。现在是已经到悬崖边缘了，咋的？不过了是吗？也不是吧，就是我感觉这个女生，结婚是最重要的，也是前半生这个人生的转折点吧。然后所以在订婚的时候选择这个饭店，我俩闹得挺不愉快的。我选的那个订座可能就是4000吧，然后男方觉得太贵了，想选的便宜一点的，我不太乐意。因为我觉得4000多跟2000多的比，我觉得4000多的性价比比较高，然后服务也比较好。等会儿，我问一个核心问题，这个桌订完了谁家掏钱？各付各的那个。各付各的是吧？我觉得就是订那么好没有用，因为结婚当天也吃不着喝不着的，多花了6、7万块钱，以后结完婚用钱地儿那么多，把钱留起来不交饭店，我感觉比嘛都强。他就不行，非得去选择他那样好一点，还要上档次一些。那最后怎么定的这事儿？最后就遵从他的意见，然后订了那个饭店了就。那航拍呢？航拍1000你都不乐意付吗？还得各付各的。什么东西？就是说那个航拍不是1000吗？1000他这边他不想去这个请这个航拍那个工作人员给我们拍摄，然后他说那个钱花的太冤枉了，就是不想花，然后想跟我各付各的。我觉得那东西没有用。婚庆时候真不有录像的车了已经，我觉得你再找个无人机在上面航拍，多花1000块钱有嘛用？哇，现在婚礼都上航拍了。对，是的。我觉得好看一点吧，以后留个纪念也行。他就不懂。最后上航拍了吗？也上了，那么还听你的了吗？多好啊，这都听你的了。对呀，这饭店也听你的了，航拍也听你的了，还有啥事儿有矛盾的？但是我不满意的是，就是结婚当天，然后我们都彩排完了，说这个新郎给新娘穿鞋，然后结果他妹妹给我穿的鞋。为啥是他妹妹给你穿鞋呢？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习俗嘛，因为有个妹妹，然后后来就是妹妹和我一块儿去接亲去，然后妹妹就给她把鞋穿上，就是说带嫂子回家那意思，然后就她会给我妹一个红包，然后就她就说我家事儿多，因为家里老人当天跟我说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跟她就是通过微信跟她说了一下，但如果我之前知道，我肯定会提前跟她说。那个红包得包多大的红包啊？500。然后那钱也是我微信我给他了，然后他去转达的。那你是介意这件事儿没提前跟你说，还是介意不是他给你穿的鞋，是妹妹给穿的鞋？你介意的是哪个点呢？都有。第一点就是他确实没有就是提前告诉我，我也没有那个准备。然后第二是我想要就是他给我穿鞋，然后拍摄起来就是比较恩爱一些吧。那个结婚一般都有车队，你这上航拍，你那车队得特壮观吧？我们订的那个婚庆嘛，第一辆车是辆宾利，然后后面一共有几辆那个奔驰，然
然后他就觉得不行，他就想，哎，我第一次结婚，我就得所有东西都用最好的。然后他就最后订了10辆劳斯莱斯，他就觉得特别好，有猩红顶，那个也好看。对，拍照挺好看的呀。我说你结婚，你白天结婚，里面有猩红顶，你也看不见那灯呀，有什么用啊？对吧？我说你拍那录像也录不着里面东西，你什么都录不着，你有什么用？多花那么多钱。我发朋友圈不行吗？我就不喜欢那个。最后怎么着了？定了吗？也听他的，都定了。那这车队的钱？车队也是，我们是两边就是1人1半那样的。然后就是给彩礼嘛，给彩礼，一共是35万，35万。然后他妈妈就是把彩礼给他了，等于说那个彩礼钱没到我手里呀。我家里那是想嘛呢？那个结婚了以后在一块儿过日子，这钱肯定是我俩一块儿去花。然后给谁就是都一样，所以那阵把钱就给了我，就打到我卡里了。那房子还得写你爸的名字是吗？可能家里老人想法就是说，怕以后比如说离婚呀，或者是一些事情那个。彩礼35万打到了你卡上，对相当于这彩礼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最后我给他35万都给你了是吧？对，然后那个你这怎么说话说半截呢？大喘气儿呢？彩礼这事儿满意了吗？彩礼满意，他给我当然满意了。满意了啊，35万都给你了啊。对好来，房子是你们的婚房是吗？对，是用彩礼钱买的吗？是彩礼的一半钱，就是一半的钱付了首付，然后一半钱他就给我了，让我只赔。然后这个事儿我就没跟他计较，我说行。然后没想到他那个房子还得写他爸的名字，那相当于彩礼打了对折，因为那17万跟你没关系了嘛，对吧？那会儿你俩领证了吗？没有，还没有呢是吧？婚前好。但是现在房子也是写着我俩名字，房子现在写成你俩名字了。对，最后更改名字是谁提出来的？最后是他，反正也跟我闹别扭，我不乐意那意思。然后后来也是我最后跟家里也说，家里那意思就说。之前因为太小嘛，怕可能走不长，然后也是害怕这东西都能理解。然后后来也结婚了，也有孩子了，然后家里都比较放心了。那不就是防着我吗？不是说防着你，就是说也害怕这东西都能，因为可能现在老人一辈子你可能挣不出来一套房，后来到时离婚真是太多事儿干嘛的。订婚的时候也是，他家比较传统，习俗比较多。我想准备2套衣服，一套是粉的，一套是红色的。然后他就不行，非得让我穿红色的。我就想换衣服，他就不让我换。最后换没换？最后没换，就是一套流程下来就是全是红的。所以你的人生里头只有这一次想穿粉的、穿红的这事儿没随着你，对吧？其他都如你愿了。对。我这样我说一难听的啊，就是我理解这换衣服的，每个人的想法都一样啊。但是你想通过这件事情想表达什么？表达是你老公没向着你，还是说想表达这件事我妥协了？你看我也有，你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吗？我想表达就是在每一件事他处理的，就哪怕你想说，哪怕结果是最后你想要的，然后过程也让你不痛快。是这意思吧？好嘞，明白。就不是心甘情愿的，对，非得让我说就感觉不顺溜。对，虽然结果我赢了，但我赢得很惨烈。这就订婚到结婚，咱说差不多了吧？没有啥事让您不满意了吧？还有就是生孩子吧，生孩子，我想去月子中心，然后他不让我去。咱不是有17万的彩礼吗？咱不是自己可以花这个钱去住月子中心吗？因为17万我俩算了，然后家电什么的，就是拿这个17万，然后就是买，装房子了。对，然后生孩子钱也是从那里面出的，所以说生的也是不太多，就没了。对，所以最后去了吗？没去。那不行，请个月嫂呗。他怕花钱，他说家里那么多老人都能替你帮忙带。那你请那月嫂干什么呢？主要家里也小，就2室那样的。你请个月嫂过来说我住哪儿呢？那不住家里的不也行吗？不是，那你说你花那么多钱干嘛呢？家里又不是说没有人可以照顾你，对吧？你就是去月子中心花那么好万，给你买多少吃的可以给你补身体呢？你非得花那钱呢？最后月子中心没去，月嫂也没请，谁伺候你月子了呢？我婆婆。婆婆伺候的怎么样啊？没结下月子愁吧？婆婆一开始做饭可能就是有点咸，但是后面就是跟她沟通了，就是也挺好的，带孩子什么的。那挺好，那挺好。
后面还有什么不随您意的，或者您对您老公现在有啥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我生产完嘛，情绪比较大，然后呢，他就是不管我和孩子，3天2头总出去喝酒去，就是让我有点接受不了了。喝多长时间？喝到几点呀？就是半夜吧，得凌晨2、3点那样才回家。那晚上，比如你自己要起夜弄孩子，有人帮忙吗？没有。他平常带孩子吗？孩子大点了他会带，小时候就是他就不管。孩子小的时候你自己带孩子也不能工作吧？不能工作。他上班？对，他上班。那他回来之后会陪孩子玩吗？会陪孩子玩，就是玩个10分钟吧，他就腻了。腻了之后他干嘛去了？就是躺那儿玩手机，还下一些那个聊天的软件。那阵儿确实压力比较大，他生完孩子，我也是一下照顾整个家庭，然后压力比较大，然后可能跟朋友总叫我出去一块儿喝点酒，就放松一下。这个都是在他回娘家的时候，他不在家的时候，然后我们才出去喝酒的。然后那个聊天软件嘛的，就是我想找一个就是陌生人去释放一下内心的压力。陌生男生还是女生？对，他有时候随机，是男生，有时候女的。这跟陌生人聊天，就是因为就假如说我也不认识您，您也不认识我，这那有什么聊的吗？就我把心里苦我跟你说完了，说完之后你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你只是做一个聆听者。那他能懂你吗？你跟我聊不行，非得要跟他聊。我不想和你聊啊！我要想和你聊，我不就跟你说了吗？你天天查我，监视我，我也压力够大都。那问题是，那你出去喝酒，那为什么旁边还带着异性呢？举止过于亲密啊？还是我闺蜜啊？你带她闺蜜去喝酒啊？不是，因为我俩在一块儿那么长时间，他有一个朋友，然后我们都认识。他就那天问我，就说一块儿出去吃饭去，有没有时间？晚上正好那天我和朋友就是约好了嘛，一块儿去喝酒吃饭去。我说那你不行就跟我们一块儿去就完了，然后我们就去了。那天晚上可能确实喝的比较有点多了，当时人比较多，然后做一些游戏嘛的，可能是有一些就是举止比较亲密啊那种感觉，然后他就知道了。他咋知道的呀？他查定位查我，他天天查我，他就一看我没在家。那叫查嘛？那我要不查，你还能知道这事儿去？那会儿你是在娘家呢，带着孩子，对吧？你怎么知道她跟你闺蜜去喝酒了呢？因为我闺蜜就是她跟我挺好的，她总发朋友圈，然后那个我弄孩子就是晚上得起夜嘛，然后我也睡不着觉，我就想刷个手机，结果发现了，然后我就问她，我说为什么跟我闺蜜还得出去喝酒去？那闺蜜没跟你说呀？她没跟我说。喝酒多少人喝呀？6、7个人一块儿的，对。那你叫谁都行，为嘛非得叫他呀？那我要叫个别的女的，你不更跟我打架？叫他我才不乐意了。他喊的我，喊的你就得去是吗？哎，她为啥不喊她闺蜜呢？要喊闺蜜的老公呢？她可能是知道她生完孩子不方便吧，因为我们总你方便。这闺蜜也挺逗的啊，叫你老公出去吃饭不给你打电话呀？对，她不给我打电话，这还叫闺蜜吗？我知道了，反正就是也是跟她闹了，然后结果也跟那个闺蜜就是也现在也不联系了。这个挺有意思的啊，跟异性陌生人聊天，跟自己老婆闺蜜出去喝酒，老婆回娘家。你是经常回娘家住吗？也不是，就是那个坐完月子嘛，我总是自己弄孩子，我也嫌累，然后婆婆呢就是感觉她伺候月子也挺辛苦的，然后我说去回娘家吧，这回娘家倒好啊，得她玩了。所以你在娘家住了多长时间呀？住了有1个月吧，然后就搬回来了。对，搬回来了之后，她是不是收敛点了？是收敛点了啊。那现在就你们俩一家3口，你们仨一起住吧，然后婆婆没有来帮忙什么的，是吧？没有。她一个人工作是不是经济压力有点大呀？对。现在你工作了吗？孩子都3岁了。啊，工作了。工作了哈。那就是不是压力她替你分担点了？对，那是分担嘛。那好嘛，隔3差5换1次手机。一换1万多的，谁承受得了去？他就爱好就喜欢，可能1年半年出个新品的手机，他就喜欢换。你要换孩子1个月得1700、800的学费，你要是算上学杂费什么的，还得给孩子买点东西，都得1个月2000，这压力够大了，这还怎么还能还上贷款呢？我换手机目的就不想拿去监视我，那叫监视是吗？
我觉得是两个人结婚了在一块儿，但是每个人都会有个人隐私。我有一些可能那结婚了还需要隐私是吗？你不就嫌我生产完之后又胖又丑吗？你才这样的吗？你要隐私起来的方面是什么呀？我从小就是被母亲去管，然后长大结婚了，感觉可算就是逃离那种管控了。什么叫逃离管控？那你这样说，那就别结婚了，对吗？他就这样，每次总是各种事情就总要咄咄逼人，就天天计较，什么事儿都计较。我觉得压力也都挺大的。我就想，可能是比如说工作回家了，我就想在家好好歇着，他就不行。那你都不理我呀？你连句话你都没有。现在你俩都上班，谁负责接送孩子呀？双方父母。他说他要出去打工去，我就不想让他去。去哪儿打工啊？去广州。对，家里那阵儿也是给我找的工作嘛，然后找的人说去可能外地打工几年，然后回来比如能挣点钱，然后我就说行，他就不让我去，死活就不行，就不让我去。现在因为这事儿打得特厉害是吗？对，因为孩子这么小，然后不舍得他走。你老婆哭了。所以今儿来这儿就是想问问我们这接下来怎么办是吗？该不该去？你是一定要走吗？我也不是说一定要走，然后就是他有时管我管得太严了，我就不想他管，我就想自己一个人，我可能。所以你的走是一种逃离吧？对，也差不多那种感觉。他要继续一直这么严，你是迟早有一天会走的是吗？我会跟他去说这件事儿，就是我也希望他能说去改变一点儿，我希望他也能尊重我一点儿，对吧？我可以有一些我自己的想法，我想去做一些事情或者一些干嘛的事情，他能得到他的支持。樊女士，你需要我们怎么帮你？就是我想让他改变一下，就是多关照家庭，就是有责任感一些。他所谓的都是听你的了，可是他听我的，他也不应该去，就是那种不太关心的嘛，就是总觉得无所谓的感觉，就是挺无助的。你一定要继续监视他吗？我不是说非要监视他，就是他平常就是下班挺晚的，就是中途你要出现什么意外的情况下，我就是能知道啊。就是我觉得意外只是小概率啊。他上班比较远，然后半夜可能11点多、12点才到家，马路车挺大的，大车嘛，所以就还是得一直监视。听出来这意思了吧？是这意思吧？我没理解错哈。你怀疑过他吗？之前怀疑过。是闺蜜那事儿，还有其他的事儿吗？就是闺蜜，还有就是她手机上下载那些聊天软件嘛，就是总是让我不放心。现在这些聊天软件还在吗？现在不在了。如果他不监视你，你是不是还是会下载那些聊天软件？不会。不是，你不是喜欢跟陌生人聊天倾诉烦恼吗？对，那阵儿确实就跟别人去诉说一下内心的就是压力，因为我没有地方释放，所以我只是想把这些东西跟别人说一下，然后释放一下。然后现在就是他也上班了，然后我们就是经过也有那么多年磨合嘛的，也都能互相体谅一下了。然后我现在就没有再说下这些去那个聊天软件，我不信。我认为以这么爱换手机的你来讲，应该白天还有一部手机里头藏着你的聊天软件。没有，我只有一部手。我换手机的目的就是我不想让他去监视我。就是一个女人，她在家里带小孩，带的再无聊、再痛苦，她也不会说我要找一个男人来倾诉一下。你下聊天软件不是为了找一个同性来倾诉一下，对吗？所以你说从哪能找到一个异性能理解我突然从男孩变成父亲的痛苦？你的目的和你自己所讲的都不是一回事儿，咱就不用绕这个了吗？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男的就想逃，女的就想管，一个追一个跑，
接下来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啊？非常不看好这段婚姻哈。你们结婚的时候，女孩只有20岁，所以20岁的她想要10辆劳斯莱斯，想要星空顶，想要穿粉红色的裙子，也都能够理解。毕竟对于她来讲，20岁的人生不知道未来有什么，但仿佛这是眼下我人生里头唯一的大事儿，值得我在乎的事儿。但是现在已经有了孩子4年了，先生今年已经27了，先生却还在追求我要自由，我要出去工作来获得自由，以及我需要每半年换一台新手机。你现在的虚荣心是需要批评的。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她，20岁的她，在没有孩子的时候，她可以选择自己任性一次，但当她怀孕之后，她可以选择不要月子中心，不要月嫂。可是对于你来讲，你不但没有变得更加好，更像一个父亲，你反而就像婚姻成了一个契机，可以使你逃离母亲。但没有想到在婚姻里头，妻子也是要管人的，新的娘管的不比亲娘管的少。那么你接下来怎么办呢？你采取的方法是我跑，眼下没有新的女人来接手你的人生，不然的话你就会跟那个女人跑了。我就问你，你所谓的高薪工作能让你每个月纯寄回来给他们的钱超过4000以上吗？差不多吧。差不多，可能吗？以你又好吃又好玩又好喜欢新手机新电子软件，经不起任何诱惑，你就是拿1万块在其他的地方，你认为你能存下来多少？你要租房，你要吃饭，你要社交，你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你还要撩妹呢。你能够每个月能交出2000给家里就不错了。所以这是个靠不住的男人，妹妹呀，越抓得紧他越要走。现在对于你来讲，离婚一定会发生的，这是我一个糟糕的预言。但是对于你来说，也不是命运全部的倒霉事儿，因为这个孩子他还有爱他的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你依然会在双方老人的帮助下，可以把孩子顺利的带长大。这个男人哈，咱还他自由吧，有一些男人不要也罢。先说说这女生啊，打头可能有好多问题有点夸大啊，能把你的委屈已经加进去了，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但是最后我们一致听出来的就是你都达到目的了，那你真正不顺在哪儿呢？就是刚才说的是过程不顺利，所以你会很不爽很不开心。基于这些原因呢，其实就能看得出来，您这个小公主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小公主，最后的结果是好的吧，但是可是她妥协带来的，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是她带着气走到现在的，你觉得她后边还会听你的吗？你刚才回答一个让我特别介意，他说是如果我要带别的女的，你不放心吗？大概其这意思啊。你回的是你带她我最不放心，或者你带她我更不放心，那是不是你早就知道你闺蜜是这样的？如果真的想走下去，先把信任挽回。如果你真的想走下去，先给你老公一点尊严跟空间，还有你把那小心思收一收。都当爹了，这不是说你当老公，是当爹了，咱有点责任心。当妈的也是为了孩子想一想，两个人还能不能聊，因为你们俩人都挺强势的，都有主意，好好聊一聊。如果解决不好，我不太看好。谢谢曹老师啊。男生今天的诉求说他别这么管我，对吧？他不管你，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他不管你意味着他不爱你了。其实说白了就是这日子不过了，所以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你要的自由，你要的空间，你要的隐私，你要的是你能够有聊骚的权利。他要不是这么监视着你，早出事儿了。下那个聊天软件的那一刻起，你贼心已经起了。什么异性同性都有，怎么可能有同性啊？上来就得问男的女的呀，就这点贼心谁不知道啊？所以你要是真的觉得这个婚姻对你是这么大的束缚的话，那不如就结束吧，你给他一点缓冲的时间。对女士，我想说的是，不管这个男人是否有这个贼心，是否有这个行动，看是看不住的。你想要靠管围追堵截，让一个男人人是在你这儿了，回家不搭理你呀，
这婚姻守着它，这家守着它有什么意义呢？你如此没有安全感，归根结底的原因是在于你太自卑了。你自己觉得自己生完孩子身材走样，样貌变了，所以你心里没有那么大的底气了。你如果真的是因为自己对自己的焦虑，那你就努力去改变自己呀。你每天打扮漂亮的出去跟朋友唱歌，你看谁问谁。所以有的时候把被动变主动，关系可能自然就顺了。我觉得就是二位啊，咱们是不是想想，咱既然生了一娃，咱先怎么独立把这娃养大？咱有看着老公那心思，咱是不是想想办法，怎么能独立承担这个孩子的成长？这是妈妈该做的。你觉得这孩子他爹指望得上吗？您告诉我。那你觉得孩子他爹都指望不上这孩子长大，那你现在看着孩子他爹，目的何在？给空虚的生活找事儿干吗？你觉得你老公爱你吗？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老公爱你吗？你告诉我哪一个细节证明他爱你？就是生孩子的时候吧，就是他挺照顾我的。那也是3年以前了，您孩子3岁了。我问的是现在，你觉得你老公爱你吗？现在哦，终于敢面对这个现实了。就是孩子他爹，你觉得你爱你妻子吗？我觉得爱。然后所以你要跑得很远，不住的换手机，是吗？这证明你爱你妻子。然后有一个闺蜜现在已经翻脸了，这证明你爱你妻子。你告诉我一个证据，你爱你妻子。就有时候我可能晚上下班比较晚，他半夜可能想吃些什么喝些什么，就会让我去买，然后我就不会说什么，直接就是在晚上再开车出去给他买东西去，然后你就开着车去给他买，心甘情愿的是吗？对。那行吧，再试试。既然你那么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你不敢，然后您呢也不敢说其实已经不爱了，那行，那咱们再努力，好吧？哎呀，我觉得你们婚礼的排场比爱大，这婚后的责任比纸薄，这面子上都镀金了，但里子里真是漏风啊。我倒建议男生你去南方，你们俩在一起，我问一个问题，有美好回忆吗？女生，我问你，当时为什么有这个底气去要这要那，什么都顶配，底气呢？没了。低个头，我觉得他爱我，怎么爱？其实说不出来，很空洞。哦，你想吃什么给你买去，就是爱你吗？他的核心诉求能为你妥协了吗？他要跟陌生人聊天，他要跟你的闺蜜出去喝酒，这些怎么不听你的呢？你们俩现在是追逃模式，我真的是希望你们俩现在分开一段时间。如果一时我们决定不了是否是离婚，但你可以各自有自己的一个空间，问问自己，他值得我爱吗？我值得他爱吗？想清楚这个问题，再决定怎么在一起，好不好？提升你自己，女生，你现在压根没有底气了。男生，想想你的责任，然后我们真的要深度沟通一次，否则迟早的事儿分开，好吗？就这样。好，请两组嘉宾交换位置。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房先生33岁，来自广东，物业职员；王女士29岁，来自山西，自由职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觉得你们的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曾经是同事，至今结婚2年了，有个可爱的孩子，7个月大了。生完孩子以后，他对我缺乏照顾，然后也缺乏责任感。他生孩子以后情绪特别不稳定，脾气过于暴躁。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都无法沟通，生活起来心力交瘁。看完短片，发现你们好像矛盾出现就在生完孩子之后，对吧？出现啥问题了？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生完孩子5天之后嘛，出院当天他就把我落在地下车库，然后回家去了。把你落在了地下车库？对。孩子呢？
孩子他的妈妈抱着，然后他就追着妈妈走了。对，这么大个人注意不到，你到家没发现少个人吗？是，然后到家之后就看见他不在上面，然后就马上下去接他了。结果他自己坐电梯就上来了。就是我很生气嘛，产后才几天嘛，我觉得应该是被呵护的。但是你这样子就感觉很不重视这样子，但他的态度也是那种很无所谓，觉得这有什么的那种，让我很受不了。对对对，因为刚生完那个情绪波动比较大，他也手忙脚乱的，他宝宝第一天回家又搬行李，肯定就有点不知道这个该干嘛了，就这难免的，就这小事儿吧，这属于。主要是他这种就是让我觉得他很没有责任感，在就是谈恋爱的时候他就有这种情况，就是他报了一个驾校要学车本嘛，然后2年多了没有学完，因为3年的话他可能就得重新再报一次了，然后我就比较着急，我就催他终于肯去了。然后还发了那个去驾校发了那个视频给我，结果几个月之后我问他，你还没考下来？然后才发现原来他就给我发个视频，然后就去别的地方了。其实呢，这个驾校这个事呢，其实我也有计划，但是呢，他每天就叨叨叨，然后我只能出此下策。不是，那学车这不是你自己的事儿吗？他再叨叨你也得把它学完呢。现在已经学完了。这多长时间学完了？差不多接近3年吧。到那个期限的时候不得不学了，对吧？是的。所以你看他自己也知道，你就觉得这样他就没有什么责任心是吗？对，就是他嫌我叨叨叨，但是我不督促他，他又不去做，很让人难受。我一说他就把生活中很小很小的事情又拿出来说，什么我做麻辣烫又叨叨他了什么的。对，我当时说想吃那个麻辣烫，然后他说先帮我准备，然后他准备好之后老是提醒我去煮那个麻辣烫，我就说了一句挺烦的，然后他就开始发脾气了。因为我觉得我当时也大着肚子嘛，他说他想吃那个麻辣烫，那我就是赶快我就去就是把那些配菜都洗好，然后把那个水热好，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去煮了，然后他就在那一直玩手机，我提醒了几次，那个水都快又放凉了嘛，他还是不去，然后我就多提醒了他几句，然后他就说我烦，那我肯定我有情绪嘛，我觉得我都大着肚子都给你这样子做，你还这样子不领情。其实他这个事呢，就是他做好他的，我做好我的，其实就可以了，其实没那么复杂的。哎，今天你俩是谁要来的？是我要来的。是你要来的。我觉得我有理，我受委屈了，他觉得他受不了我了，他也有道理，他也有委屈是吧？对。那咱这样啊，咱先听听你老公的委屈是啥，咱待会儿还反驳他，好吗？好啊，那个，你给你一个机会，我估计你在家也没有什么抱怨的机会，对吧？你今儿在这儿，你有什么对你老婆不满意的？你说说。他主要是不是特别好沟通。他不好沟通。对对对，什么事情都要由着他。他喜欢就是任何事情都跟我说，比如说挑这个给小孩子买的东西，然后他也要拉着我去一起挑。那这个也没什么。那还有的话就是我在洗碗的时候，他老是刷这个抖音，然后这个视频，然后就会跟我分享这个内容。那我说等一下我在忙。好，他等了一下，然后结果又跟我分享，然后我又说了一句挺烦的，然后他又开始发脾气。我觉得你随便说一句话他就点起来了这个火。他脾气是挺大的吗？就是生小孩之后啊，这个怀孕就比较暴躁。暴躁是吧？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喜欢跟我聊天，这个一聊就聊到凌晨5、6点。多好呀，这么有分享欲呢跟你。但是我隔天要上班。聊天的这种分享欲不要也罢。聊天的时间有点长啊，要稍微控制一下是吧？是的。因为他第2天可以不用上班。是的。哎，但是现在他需要在家带娃对吧？对对对。所以他第2天其实也挺累的。是挺累的。自己一个人带还是有人帮忙呢？现在？坐月子的话有我母亲还有他母亲带。然后呢，这个过完月子之后一直都是他一个人带。你刚刚说你洗碗，家里你都负责什么家务活动啊？家里的家务基本上都是我在做。都是你在做呀？对，基本上他也有帮忙吧。衣服你洗吗？衣服其实简单，放在洗衣机里面洗就行。对呀，洗完了谁晾啊？我晾。你晾？饭谁做呀？饭基本上是我做，偶尔他也会做。好，
地谁扫啊？谁擦呀？之前都是我一直在做。床单被罩呢？谁负责换？有时候他也会换，我也会换。哦，哎，所以他不错哎，这家务活干了这么多，那你还有什么对他不满意的地方吗？其他没有了。来，轮到您了。我觉得他刚才说的有点夸张。怀孕期间嘛，然后我确实就是因为可能各种妊娠反应什么的，我身上没有力气，就是确实他做家务比较多，我不怎么干。但是等生完孩子之后，然后出了月子之后，就是互相就是商量着来的，互相帮忙了。对，互相商量着来的，也没有说都是他来做。一些隐形家务都是我来做啊，比如说他可能把那个衣服放在洗衣机里面洗完，然后晾起来就不管了。那就是收都是我来收，折也都是我来折，只是我自己做了，没有跟他说而已。他以为那衣服都是自己从衣架跑到柜子里的，是吧？对，而且我拉着他聊天那个，我觉得他说的有点夸张，好像最晚的一次也就是2、3点，哪有5、6点这么晚？而且也不是经常。2、3点也不早啊，关键是。没有，主要就是我确实是有点依赖他，而且我觉得就是他老是说各做各的，各做各的，然后他一说这个我就心里窜火，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家庭的嘛，然后我产后也有一点就是那个抑郁情绪，就我希望就是他可以多多跟我沟通什么，就能帮我一起去可以走出来这种不好的情绪，但他也是那种事不关己那种样子，然后说哎呀你的情绪主要是靠你自己，就是让我很不满意。他下班回到家是不是不太愿意说话那种，然后所以你要一直跟他聊天，撬开他的嘴。对，而且就是因为孩子一直都是我自己带嘛，然后我在家里面就是没有人说话的，只有我跟孩子2个人，所以说他下班回来之后只能跟他来沟通。你平时自己在家带孩子吃饭怎么办呢？有时候点外卖，然后有时候自己做一点，也不容易。是。现在有什么计划吗？因为他一个人在上班，是不是会有一点经济压力啊？就是目前打算的话，就孩子能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在工作，我也在找一些兼职啊，做一些就是直播之类的，就是可以有一点就是小小的零花钱可以补贴一点就是家用嘛。但是他对我的态度就一点都不领情，然后还指责我说我不务正业，搞东搞西，说话很难听。为啥人家做点兼职你还说人家不务正业呢？这不是也在帮你分担家庭的一些压力吗？我觉得现阶段就是我们家庭啊，最重要的还是要照顾小孩子。做这件事情呢，他可能会分心，有时候这个小孩子哭闹可能没有照顾到，这个才是。所以你不希望他去做一些自媒体的工作？他如果能做到平衡的话也行，但是是出了什么问题吗？就是他想要直播，但是呢，小孩子这个还小，才7个月大嘛。那他要喝奶，他可能在直播又下不了来，那可能孩子就会多哭一会儿这样子。你心疼怕你们家娃饿着。对对对。没有，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就在那里边切菜花，然后边直播嘛，他在炒菜嘛，然后我就把孩子放在那个爬行垫上面玩，我其实已经是喂饱孩子的。他以为我没有喂，然后他出来看到孩子在那里就是抱着一个鞋盒，那个鞋盒是干净的鞋盒，在那里就是玩那个鞋盒，然后他就很生气，他就觉得我就是没有顾到孩子，他就很激动过去直接一下扔掉了。你直播间多少人啊？稍微离开一下也是可以的吧，对吧？对，是可以的，但是因为当时孩子他其实是自己在玩，我觉得他有点太大惊小怪了，对，太矫情了。其实听下来没啥大事儿，就是生活当中这些琐碎的事儿。今天你们俩来了以后，想让我们怎么帮你们？就是想听一下，就是各位老师的一些意见。对，因为我跟他说的话，他就很不服气，他就觉得他很对，但是我又觉得很委屈。包括说，我觉得我在怀孕期间，还有我生完孩子之后，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呵护。然后我就心里面一直很有心结，这个心结需要解开。对，好，男生呢？我这边的话，希望他好沟通一点。怎么叫好沟通？我觉得可以包容一下，比如说，我说这个不要老是重复这句话，好不好？他可能就发脾气了。
就说白了，你还是嫌他唠叨，就让他少说点话，是这意思吗？是的。那少熬夜是指不拉着你熬夜，还是说他也不要熬夜？他不要拉着我熬夜，自己也少熬点夜。所以主要还是不要拉着你熬夜。是的。那晚上他起来起夜喂孩子什么的，这算熬夜吗？因为喂完孩子可能一下睡不着，那就得刷刷手机、看看视频，对吧？哎，才能再接着睡呀。那这怎么办呢？就是我上完班回来的时候呢，我会帮他带小孩嘛。就是这段时间他是比较空闲的时间，他可以多休息一会儿。听明白了。他那一会儿是休息了什么呢？你帮着带小孩的时候，他不需要吃饭，他不需要做饭，他不需要打扫家务，他不需要整理孩子换下来的衣物，他不需要折你们家的这一些干了的衣服。而且他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你说我带上孩子了，你就可以休息了。于是他把插销一拔，自己断电躺那儿了，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他可以不做任何事情，不做任何家务，他可以躺在床上，就躺着。对，休息也好，睡觉也好，都可以。不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设计的。咱往前倒一点，结婚前或者说有孩子前，你觉得他唠叨吗？我觉得也是挺唠叨的，只是后面就那会儿能接受，现在因为孩子，然后可能接受不了了。感觉他情绪方面变得不是特别稳定，就变得会更加唠叨一些。那女方你觉得就是有孩子前或者是结婚前，他是现在这个状态吗？不是，谈恋爱的时候我说什么他都很听的。婚后有了孩子之后，他说我情绪不稳定，我觉得他情绪更大呀。还有一次就是也是我怀孕期间的事情，就我们坐那个高铁嘛，回老家，就是我们的票被分到了2个车厢嘛。那我当时肚子已经很大了，我就想让他跟我一个车厢，这样子就是有个照应，就是跟他好好沟通嘛。结果怎么说都说不通。是你想让他从那个车厢换到你这个车厢来，然后他不愿意。对。那你为什么不换过去呢？他就是不愿意跟我一个车厢。说白了，他就是想自己安静的独处一会儿，就是抵触这种换座的行为。他不抵触换座的行为，他抵触坐在老婆。他换过来。所以这个今儿就是说，其实是来找方法的，就是想问问我们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让2个人能够别有这么大的情绪，是吧？是。还是挺想把日子过得又温暖又幸福的，是不是？是的。那接下来就看看老师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分享，其实分享点经验吧，也不是说方法。来，米娜老师。听上去黄先生和王女士的事儿好像不大，但是在我看来大得很。坐高铁的时候，把怀孕的妻子，而且还是孕晚期了吧？是。把孕晚期的妻子放在另外的车厢，不主动换过去，这个是我觉得丈夫能跟老婆分开都会说，我不能跟老婆分开，我就是到老婆旁边站着我也得守着，因为高铁上确实人还挺多的，还有一些行李磕磕碰碰，上上下下也还挺麻烦，更何况他挺着那么大的肚子。刚刚您讲说不能理解为什么下了班以后他要找你聊天，因为他失去了社会支撑。你在单位里头是有社会角色的，你可以跟自己的同事聊天，可以处理业务，你一直是在沟通交流，整个人是打开状态。但你老婆是属于我白天处在降智模式，我必须得把自己降成一个婴儿的模式和婴儿沟通。我在这个时候哪怕是跟自己的好朋友聊天，人家也没有耐心听我分享，我的宝宝今天会翻身了，我的宝宝今天2个嗝就打出来了，没有让我拍太久，这类的琐事。可是在这个时候是他唯一的倾诉通道的时间，你却认为他应该得自动关机，并且你把他这个时候需要的交流支撑，你认为是一个啰嗦。所以对于你来讲问题非常大。当你觉得老婆和孩子都是你需要让他们闲置在一边，你会让妻子长时间的感受到这个家庭是冷漠的，你得调整。不调整的结果就是妻子会越来越累，累到孩子上了幼儿园，就是老婆离开你的时候。一般来讲，离婚的高发率就在孩子上了幼儿园。全职主妇有了工作之后，一旦跟社会重新挂上链接，觉得孩子也不需要有丈夫这个猪队友来作为支撑的时候，当自己经济又能独立的时候，就是可以把你扔掉的时候。你到那个时候再想想，是不是自己一手一手就是这样铺就的一条离婚之路吧。我说完了。好，谢谢米娜老师。来，曹老师。
我想说什么呀？就是人不能太理所应当，两口子过日子哪能这样去？你得互相沟通啊！不是说你下了班了，你就自由了。家庭也需要像工作一样去经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我跟我媳妇儿有的时候，我们俩也互相不说话，我们俩坐着顶天就是互相靠着，自己玩自己的手机，有事儿了互相说一句，有什么事分享一下，也不会说两个车厢非常抵触的事我就不换。还是个孕妇哦，真的很怀疑你到底对她是个什么态度。是你刚才假定那情况我能理解，有的时候一个就是忙忙碌碌，这老爷们忙忙碌碌提了行李啊，忽略了身边还有没有人。但是你刚才复述这件事儿态度就是啊，那我想起来了我就下楼了，然后他自己坐着电梯，就是让我感觉你复述这件事儿觉得特别无所谓。事实也是，你不应该无所谓，你应该上说，哎呦我疏忽了，我真以为你看着我说两句软话，人家刚给你生一孩子，怎么就不能说两句好话呢？媳妇儿该哄哄，孩子该陪着玩陪着玩，上班累，每个人上班都很累，所以多替别人想一想，好不好？我几句话说几个不同的角度。第一个角度是，婚姻没有满分，70分的婚姻已经算高分了。你们这样的一个夫妻的状态很常见，婚姻的生活就是很疲惫，痛苦又快乐。但是你说你不想要这份痛苦吗？是不可能的。你只想要快乐吗？不可能。如果让你没有这段婚姻呢？男生，你舍得吗？不舍得。对，所以痛苦和快乐都必须同时存在。黄先生没有真正看到妻子的恐慌，这个恐慌是对于每一个生完孩子的女性来说都会有的恐慌，所以她会焦虑，她会害怕，她才会有那么多的唠叨。你没有看到她心里的恐慌，所以你当然觉得她矫情。我今天早晨在电视台门口看到你们两个人，你知道我有一个什么感觉吗？本来天气就不暖和，我看到你之后我更冷，因为他是推着那个婴儿车背对着自己老婆和孩子，妻子抱着孩子朝向着你，而你推着婴儿车朝向着大街。那个画面其实如果拍下来一张照片，你就能看到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那个关系，能理解你在生活当中的压力，但是你再有压力，你心要是暖的。如果你一个人毒惯了，我跟你讲，这日子就越过越毒，这个家也就越来越冷。二位哈，孩子现在7个月了是吧？是的。现在你们二位其实是有一个共同语言的，别一来聊就给你分享一个什么那个短视频什么的，那你感兴趣，他不一定感兴趣，但是有那么一个人你们俩都感兴趣，就是咱家娃7个月了。接下来二位可以一起学一学，这个孩子现在正在他这个整个一个智商发育的一个特别高峰的高峰期，大概在2岁半之前，你们两个能不能一起咱们买一点点科普的书，然后咱们一起学习，学习完了之后再下班的时候，可能你老婆就会跟你说，哎，那个老公啊，咱们家娃今天会捏了啊，今天吃饭的时候，吃辅食的时候，我给他切的特别小的那个桃子的小的桃丁，他自己捏起来吃了，我给你拍了张照片。既然是新手父母，咱们一起创造一点共同兴趣，别净是每天我干什么你干什么，咱们两个回来之后说句话都跟互相的恩典似的。咱们试着把咱们的娃，咱们一起想办法让他更聪明更可爱，二位觉得行吗？可以。好嘞。你们两个人之间如果话题全都是别人，孩子也是别人，你们之间对视的眼光基本上就没有了。而你们现在恰恰特别需要你们之间的亲密。你性子属于慢性子吧？是。他是急性子吧？是。所以你就用沉默当了盾牌，哎，你别找我，我自己需要空间。他能用焦虑当利剑，你赶紧，我想要你的亲密。结果呢，成战场了。什么家务啊，孩子，全成你们矛盾的点了。我认为你们俩现在交流东西太围绕着事儿了。
对吧？他脑子里没有你了，抱着孩子那是当下最重要的事儿，他把你给忘了。但是如果那个场景就是妈妈抱着孩子，男生你干嘛呀？你应该是搂着妈妈才对，而不是面向外面想，哎呀，我这刚推完孩子，我歇会儿，是不是？你们之间多交流你们之间的事情，一起去学习怎么育儿，一起去交流说我在育儿当中我的感受是什么。我告诉你们，冷漠比争吵更伤人。女生不要太焦虑了，你要放下焦虑，找回自己。因为如果你过度焦虑的话，你就会把依赖给它解读为亲密了，控制变成了你解读的付出了。我要你跟你在一块儿，这是因为我的爱，但是其实是一种控制，对不对？要适当的还要给他一些喘息的空间，多加有效沟通，你们俩的事儿多聊一聊，然后呢，多互相理解，就这样。好，那现在请两组嘉宾回到门后。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通过金云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本期节目。同时呢，您也可以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欢迎大家登录微信去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第一组嘉宾他们的结果是怎样呢？来，3、2、1，请开门。哎，出来了啊，出来了。有啥想说的吗？就是他也考虑了，就说也不去外地打工了。那你这个监视和翻手机啥的，就不会监视他。好，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好啦，请亮灯。希望你们的日子能够幸福，孩子健康长大。谢谢你们，谢谢。来，这边请。好，那我们要来看我们今天第二组嘉宾他们的结果了。也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如果有情感困惑的话，想要来到我们爱情保卫战找我们帮忙的话，联系我们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啊，大家去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或者公众号啊，跟我们取得联系。记着，不论哪个平台，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好啦，我们来看看第二组嘉宾他们如何选择。3、2、1，请开门。是肯定出来是肯定的啊，这没悬念。哦，出来了。哎。我想听听丈夫有什么想说的吗？还是要改变一下自己。希望是真的能改变吧。好，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请亮灯。祝你们幸福啊！谢谢你们。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再见。